川普自己以为很聪明，说来一个什么我封锁你的封锁，可是最后的结果只不过是让伊朗拖全世界下水这个目标更快、更直接的可以达成了。谈判永远都是假的，就美国已经一再的证明，他要跟伊朗谈判，都是为了要下一次准备打他，做了一些预先的准备。从去年谈判谈到一半打了他，今年再来一次，我就在想，以后美国到底要跟谁谈判？谁会相信美国是真的要来和谈哦？我相信伊朗跟美国大概也不用再谈了哦。持续的来关心在这一场的美伊战事，今天特别来看到的是，难道伊朗现在正式要开战吗？无人蜂群狂袭美国的军舰之外，也开始反击美军开火，因为它扣押了一艘来自于伊朗的货轮哦，现在包括了荷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双可能都要面临被封锁的窘境。中东的火线全面引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也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呢，美军开始开火扣船了，这是伊朗的船，那么立刻呢是遭到伊朗做无人机的反击，这是在试探冲突，还是可能准备要进入到了这个准战争的状态呢？如果说这一集波及到了中国的航运利益，甚至牵动整体的中俄战略，是否会被推向大国冲突，甚至引爆战争？第二件事情，今天还要关注的是荷姆兹海峡不只是封锁而已，现在呢，在伊朗方面也祭出了多层的杀伤网，当中包括了飞弹、快艇、无人机全面做布局。美军还能透过它所谓的这个无人扫雷机就可以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吗？第三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外，曼德海峡恐怕也会被封锁了。如果真的都被封锁的话，肯定掐住全球的能源命脉。那么，川普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会不会被全球逼着要得妥协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关心到的是最新的消息，美伊的和谈前夕，没有想到战火已经先开打了。我们先看到美舰直接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呢，是对一艘伊朗的货轮开火，当时的状况是造成了，包括呢，它击穿它的机舱，也强行把它给扣押了。这件事情比较敏感，是因为这一艘货轮它的起航地是中国大陆，所以呢，现在是担心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全球航运，甚至惹怒了中国呢？这是要持续的来做关心的。那么很快的，伊朗就祭出报复了，他祭出他的无人机，针对多艘的美舰发动了总攻击。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荷姆兹海峡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来自于英国海事情报公司的统计，荷姆兹海峡现在情况越来越危急了耶。看到整体的事件来说，36小时内35艘船是立刻的掉头给撤退了，而且呢，袭击的件数现在已经高达了29起，荷姆兹海峡几乎是全面停摆，而且开始全球航运集体的绕路哦。那么我们也来关心到的是，最新呢，伊朗是拟定了这个立法，要锁住荷姆兹海峡，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而且伊朗开始呛瞎了，他说绝不放手，警告将会把世界给拖下水，还反呛这些邻国说，美军的基地林立才是出卖中东的人，而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的海盗。最危险的事情是我们现在也要关心哦，这一场战事除了波及到荷姆兹海峡之外，还有曼德海峡，来自于胡塞武装组织特别警告，如果呢再敢继续的对他们施压的话，那么他们会封锁这个曼德海峡，甚至放话封锁的力道会是强到连人类都无法开启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呢，现在看起来这一场战事是一触即发，美国的扣船行动会误判，或者是波及到其他国家吗？刚刚说了嘛，这一艘被扣押的货轮的起航地是中国大陆，会不会也惹怒了中国甚至俄罗斯？委员怎么看？对，这是发生在4月19日啊，美国这个一艘飞弹驱逐舰叫做 Spruance 号哦，那么它就强行的开火，而且扣押了一艘这个挂着伊朗国旗的这个货轮。但是当然最敏感的几个问题是，这个货轮是从中国大陆珠海的港口起航的哦，所以呢外界就预测上面所放的这些货物都是有关于一些化学药品啊，一些相关的这个要运补到这个伊朗的这些这个民生用品哦。那美国一旦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就没话讲了，所有的这个和谈都可以不用谈了。所以当美国一开火这件事情啊，就证明了几
这个大家的这个当时的预测了，就第一个，谈判永远都是假的。就美国已经一再的证明，他要跟伊朗谈判，都是为了要下一次准备打他，做了一些预先的准备。从去年谈判谈到一半打了他，今年再来一次，到现在又在这个故技重施一次哦。我就在想，以后美国到底要跟谁谈判，谁会相信美国是真的要来和谈哦？我相信伊朗跟美国大概也不用再谈了哦，就是伊朗已经一再的配合美国。对伊朗来讲，我相信他们也知道美国是虚晃一招，但他们为什么还是愿意配合？就我觉得他们很聪明的，就是要表达说，我们是被侵略的一方，我们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的，所以呢，你要谈停战，我跟你谈，哪怕我知道你在鬼扯，你在拖时间，我都只能够配合你。但是当然，这个谈判现在就宣告了，所谓的中场休息就结束了，那么就要开始开打了。那开打了之后，到底要怎么打呢？我觉得这就接下来要考验这个美国了。所以美国他现在这个满心欢喜的认为说，我只要封锁了这个荷姆兹海峡，我就可能不需要出动这个地面部队了哦。但是到底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今天刚好有舰长在这里是专家了哦。那么我觉得对伊朗来讲，他也准备好应付地面部队了啊。所以其实他各种剧本都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最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一旦开打了之后，你美国的那些军舰啊，你那些什么驱逐舰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封锁荷姆兹海峡的舰艇，你还真的敢停在阿曼湾那个地方吗？哦，就那个离伊朗是有多近的你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都不敢那么近了，你这些船摆在那里就是等着给伊朗当靶子哦。刚才思明讲过了，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立体全面的攻击的这个工具，伊朗都准备好了。所以我倒是很好奇的想看一看说，两边一开打，中场休息一结束，川普的那些船还要不要继续停在那里？那如果继续停在那里，那我就替伊朗觉得开心了。我觉得老天爷等于送给伊朗个大礼，伊朗就一艘一艘慢慢打就好了，反正就在他的旁边哦。那么我觉得更重要一点是，川普自己想的另外一个很奇妙的逻辑哦，他说就是我封锁你的封锁哦，你封锁所以我也封锁。可是他有没有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伊朗今天讲了，他最重要的战略是拖全世界下水。所以呢，本来伊朗封锁全世界就已经够惨了，你美国再封锁一道哦，就你嫌伊朗还有漏网之鱼就对了。所以伊朗加你整个荷姆兹海峡就算是封死了哦，完全也不要通过了。原本的这些国家啊，你说打个电话给伊朗，交点小小的保护费，这个船还可以过，好，还不至于造成全球经济的这个崩盘。可是现在呢，再加上你美国在那边再封锁一道哦，那就算打电话也要打2个，除了打到德黑兰，还要打到华府然后呢还要先讲得通。那我觉得更妙的一件事情是，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美国一直不断的强调说，要找盟国打通荷姆兹海峡，要找盟国的军舰去护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货轮。那我现在就在想说，那欧洲这些西方国家，他们如果派船去护航的时候，他们等于是要过2关咯，先打美国的这个军舰，然后再打这个再通过伊朗的挑战，他们的船才能够通过了。那这对这个美国的西方盟邦来说，这是情何以堪的事情啊！就莫名其妙的，我搞伊朗已经够麻烦了，我现在还搞了一个美国。那你美国究竟什么船可以放，什么船不要放？你美国的标准到现在也不清楚哦。所以我觉得川普自己以为很聪明，说来一个什么我封锁你的封锁，可是最后的结果只不过是让伊朗拖全世界下水这个目标更快、更直接的可以达成了。对，现在各种的商船要通过，或者是货船要通过荷姆兹海峡，要面临2个国家，先是伊朗，接下来还要面对美国的封锁，等于说荷姆兹海峡现在进入在半停摆的一个状态。那美国在这个时候就趁机加码说，好，没关系，现在大家最害怕的其实是这个里面的，他要进行的是扫雷的动作，因为大家最害怕的是水雷。那最新呢，他就说了，美军目前已经在荷姆兹海峡使用这种水下的无人机，可以来进行扫雷。那来自于退役美军的说法，他说呢，只要几天的时间就可以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水雷都给扫干净。军事专家也分析了说，我们用的是这种无人化的载具啊，就不用担心有人员伤亡，而且损失也很快就能够补充好了。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了，美军现在要面对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嘛，来自于伊朗的这种多层次的立体化的攻击，包括在这边设有的岸基反舰飞弹、肩射飞弹、自杀快艇跟水下无人机等等，美军有办法突破这样子的一个窘境吗？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这样讲啊，也就是现在这个对于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的话，我们可以看这张图啊。那我们看这张图其实是13号的，也就是将近1个礼拜以前的。可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美军一直都他的军舰一直都在封锁线之外，
而且呢，它不断的号称啊，它有15艘。那15艘呢，它应该是把所有的包含林肯号以及迪利波里号以及它这个移动的一个机动移动的这个船，那个船一共是85000吨了，它通通算进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其实都没看到那些船啊，意思也就是他们通通躲在别的地方。他们躲在哪里？他们躲在阿拉伯半岛的南边。为什么？因为那边比较不容易被飞弹或者是无人机打到啊。那如果我们来看啊，一开始宣布说这个霍姆兹海峡可以通航的时候，其实大家都额手称庆。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有红色的点，通通都是油轮哦，就通过霍姆兹海峡。但是好景不长，好景不长之后，然后立刻就又开始封锁。封锁之后，那大家一定最新的疑问呢，也就是我们录影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其实霍姆兹海峡还是不通的，不通，但是有没有人通过？有啊，这一艘我们可以看到啊，这艘邮轮啊，不是运油的啊，也就是我们一般出去搭邮轮出去玩的，这叫世界梦号，它在这一点它通过霍姆兹海峡，意思也就是它就像刚刚大千委员讲到的，它通过了繁琐的程序，跟这个无论是那革命卫队或者是白宫，都达成了大家共同的一个看法。那但至于说有关于扫雷的部分啊，或者是猎雷的部分，其实现在的概念是猎雷，不是扫雷。扫雷是我们讲到说对于这一个细流雷的部分进行扫雷啊。那现在呢，美国派遣的其实呢，也就是这一个坎培拉号。坎培拉号也就是之前大家很嫌弃的这个滨海战斗舰啊，那其实大家没想到滨海战斗舰可以达成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小打小闹啊，也就是小艇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些小艇啊，这些小艇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急杀链。那这种急杀链呢，它丢下来的这一个水雷啊，那其实呢，你要防不胜防，你扫完之后它是不是又去丢了？那但是我个人的怀疑啊，现在的小打小闹其实都是用机枪火炮而已。为什么？因为真正重雷啊是长成这个样子啊。现在有船长成这个样子吗？没有。这个是我们看到1991年的时候，迪利波里号，它不是现在的迪利波，它是之前的迪利波里号中雷的状况啊。我们看到人跟这个洞的比例，你就知道它中雷是多么的那个严重啊。那至于说现在又说这个阿帕契，它其实飞行在这一个霍姆兹海峡，但是有用吗？没用，因为它只能打小艇而已。而且它都是落后指标，也就是小艇都已经出发了，那真正要开始扫雷，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AQS-20的这种新式扫雷。其实它搭配的是什么？搭配的是空中扫雷，以及我们讲到说这个无人艇扫雷。那它的无人艇是从哪里出来的？它的无人艇其实就是从滨海战斗舰出来的，然后它可以直接的那个对于这个水下的这个细流雷，或者是沉在海底的沉雷来进行这个破坏啊。那我们看到的，那刚刚只看到那个是图嘛，那我们来看照片啊，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的无人艇的部分。那后面的这一小块白白的部分，它就是 AQS-20，也就是现在最下面这边它准备要入水的这一块，就是 AQS-20，它也可以用这个海鹰直升机来拖曳啊。那这一个它的优越性在哪里呢？也就是它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扫描方式。第一种，它就是前端的主动声呐；第二个，也就是它的底端的有关于间隙声呐，以及它两侧的侧扫声呐，它都可以有效的来进行反制。但是通常但是才是最重要的嘛。那它它扫描的范围啊，就是100英尺。那我们看到啊，有关于霍姆兹海峡，它的宽度呢达到了这个33公里啊。那而且这是最窄的部分啊，最宽的部分其实它还有到达97公里的。那你要怎么去扫？而且它这个长度跟长达167公里。所以我们想说啊，现在讲这种扫雷的部分啊，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只是我们讲到了吹口哨走夜路而已。因为数量不足，就是你没有足够的数量进行扫雷，然后对于这么广阔的水域，而且你的直升机在进行扫雷，你的这个快艇在你的无人艇进行扫雷，随时都有可能遭受无人机的攻击。
是好，所以美军它现在要靠这种无人载具来进行扫雷，还是有它非常高的一个难度。那除了现在面临在荷姆兹海峡恐怕面临封锁之外，还有就是曼德海峡最新可能也会被封锁。那接下来全球的航运跟整体的能源可能都会受到影响，会不会把这个压力都放在川普身上？最后，川普有没有可能在国际压力之下妥协？那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看出过去历史以及在国际关系研究上面经济制裁。这里还再加上封锁，通常都没有什么大的效益。而且它是个两面刃。我们看最有名的眼前的例子，乌克兰、俄罗斯，还有呢，委内瑞拉。那最长久的被经济制裁的，那就是古巴。它有投降吗？它有瓦解吗？事实上，这个俄罗斯还深受其益，找到了新的这个市场。所以经济制裁，因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其实就是一种经济制裁，它不是真的要去打，它是禁止你的石油出来，也禁止你外面的物资进去。那现在它过去这段时间把25艘船禁止出来，这个折返。那现在呢，用一个扣押的，让别的船不准进去，不管中国大陆这边过来载的是民生物资还是两用物项，它用这种方式。用这种方式能够让伊朗屈服吗？你炸他1万多个据点，2万多个人受伤，他都不屈服了，他会因为你港口封锁而屈服？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等，因为美国以为说，我用这个封锁你的封锁，因为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我就可以对等，让你受不了。因此呢，你愿意跟我谈，愿意开放荷姆兹海峡，太天真了。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我都不用讲它的效益、它的冲击，以及它如果持续1个礼拜、2个礼拜，都不要讲1个月、2个月了，那个影响冲击会多大？而且它不是说开放之后大家就完全复苏啊。现在是整个荷姆兹海峡不能够再拖再等，你让全世界的物价、油价以及美国的通膨、就业，甚至川普未来年底的期中选举的投票，还有未来可能会被弹劾，通通都被绑在伊朗用荷姆兹海峡封锁你的影响跟冲击之上。你不得不相信，因为就是这样子走。所以现在川普另外一个方式呢，他就没有招了，因为他别的方式，你说全面性的攻击或者是再一次的轰炸，边际效益老早已经递减，那你也不敢去夺岛。那现在没有别的国家跟着你。它也没有扩散的效应。那现在倒过来，伊朗说，如果荷姆兹海峡不够，我再把那个曼德海峡也封锁。这个其实是一种叫做加成效应哈，真的会不会去做不知道。会去做的跟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效果也不一样。毕竟，这个胡塞组织它曾经也这么做过，但是呢效果有限。可是呢，会造成许多的船只，它保险突然提高，甚至不得不绕到非洲的南端，就增加更多的成本。其实也就是说，它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其实是现在已经这个让全世界都喘不过气来，压到那个咽喉点的荷姆兹海峡的封锁上面再加一层。那美国你又怎么面对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认清楚，你现在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跟经济制裁是没有效果的。好，美伊战事接下来的冲突怎么解决呢？没有想到这时候美国跟伊朗都抢着要讨好中国大陆哦。那荷姆兹的海峡命脉之后会由谁来决定呢？难道会落入在北京手中吗？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美制的武器设备爆出有后门，全球现在对美国的信任正在崩盘当中。我们赶快来看到这个美伊的最新局势，有一个很奇怪的画面。川普在这时候公开的喊话，他说呢要为中国大陆打开荷姆兹海峡。接下来说这个如果举行了这场川习会的话，他说习近平一定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好，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伊朗方面呢，同样是跟中国大陆这边也有了一些建立关系。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伊朗跟王毅特别是通上了电话，那么也立刻的释出善意了。接下来伊朗说了，他会考虑来开放单侧的通道，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可以开放单侧的通行。两方都在对伊朗示好，似乎是认为说中国大陆可以成为现在唯一有能力可以停战的一个关键的国家了吗？赖老师怎么看？当然是啊，因为现在态势很明白了啊，中国大陆完全有实力、有能力啊，跟美国对抗。
而且呢有实力来影响相关的国家，包括伊朗在内。而中国的态度很简单，反对赫尔木兹海峡是封控的啊。但是中国大陆知道为什么赫尔木兹海峡会被封锁，那是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是违法的，这个违背战争正义的去攻打伊朗，所以伊朗是不得不封控这个海峡。但是问题就是大陆跟海湾国家的关系也非常的好，所以大陆已经告诉伊朗说，你还是要考虑海湾国家相关的他们的需求，还有国际间的需求。那伊朗清楚的知道，如果说没有大陆的支持，它的经济会陷入崩溃，然后它的战争也会打不下去啊，因为它还是需要很多战略的物资，这些也都进行不下去。那本身伊朗有参加中国所领导的几个组织，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包括金砖组织啊，一个是经济的、贸易的，一个是区域安全的。这两个组织，中国大陆都有巨大影响力。更重要的地方是，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紧密，所以他对朝鲜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在这个情形下，伊朗他当然要尊重、考虑中国的看法，但是中国不会强人所难。中国也提醒伊朗，我知道你的处境，我也知道你的难处，但是你哪一些地方可以调整？你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最后能够让伊朗的代表团最高的领导人之一，也就是国会的议长，跟美国的国会的议长，也就是兼副总统，对，或者副总统兼国会议长，也就是议长跟议长之间的直接的对话。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背后的最后的推手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而巴基斯坦能够有这么亮丽的表现，那也是因为中国大陆挺巴基斯坦，然后中国对于这个沙特也好，对于埃及也好的影响力也都够，因为中国跟阿拉伯世界、阿拉伯的联邦阿拉伯的俱乐部，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中阿的每年的固定的会议都会，要不就在中国召开，要不就是在埃及召开，所以我们都很明确的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那今非昔比啊，完全是不同的。所以对美国来说，一个具有这么大影响力的国家，它介入了，美国要不要在乎？要。那美国如果完全不顾中国的意见的话，中国如果真正提供武器给伊朗，那伊朗的打法就不是今天的打法了。而且坦白说，我如果是中国大陆了，我怎么不想我的武器在这个实际的战场中来练一下？当时印度跟巴基斯坦已经让我的武器扬眉吐气了。我的武器如果能够由伊朗来把美国打得一塌糊涂的话，我的武器在国际间啊，绝对是好卖的不得了啊！而且经过战场洗礼的武器，我的调整那能力就更强了。那未来中国的武器完全碾压美国，美国还怎么跟中国大陆作战？所以我如果是大陆，我是巴不得把我的武器送到伊朗那边去跟美国好好较量。我觉得美国还是会担心这一点的。好，现在美国跟伊朗双方都把这个能不能停战的一个希望的关键的协调力都放在中国大陆的身上。但是如果说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停战的话，其实呢，美国也很紧张。所以呢，最新他又喊话了。我们来看到美方怎么说，然后伊朗方面怎么说。先看伊朗哦，伊朗说呢，一旦谈判破裂的话，接下来他的想法就是说，他要攻击3大水域，可能会采取行动，包括了红海、波斯湾跟阿曼湾，这可是全球的运输能源的很重要的命脉。杨老师怎么看？其实讲3大水域，其实就是2个海峡，一个就是赫姆兹海峡，它是连接波斯湾跟阿曼湾，也就是往外是印度洋。另外一个呢，就是红海的曼德海峡，那个是伊朗的伙伴，也就是青年军胡塞组织在也门，它可以去针对曼德海峡进行骚扰，那甚至封锁。那它就连接红海，红海再出去就是苏伊士运河、地中海，然后到这个印度洋。所以这2大海峡，它现在会不会？赫姆斯海峡它已经是封锁，从战争开始到现在，那是谈判的焦点。曼德海峡会不会？现在美国因为从4月13号开始针对伊朗所有的港口进行封锁，那所以呢，伊朗就这个说我要反制你，除了赫姆兹海峡之外，如果你再继续封锁我的话，我就要开始要求胡塞组织去封锁曼德海峡。那胡塞组织其实以前有骚扰过曼德海峡，在那个就是加沙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各国尤其是美军开始在做反击，那所以那个时候同时伊朗跟以色列也有一些飞弹的这种就是相互的攻击，但是胡塞组织呢，差不多维持了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就退下来。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哈，我觉得既然战争都已经打出来了，然后呢，美伊都已经完全的对立，霍姆兹海峡的封锁会不会扩大，产生一个就是连锁的效应？那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它可不可以做到？我觉得它可以做到，成效多少，这是一个问号。因为后续伊朗如何能够有效的提供相关的军事飞弹给这个胡塞组织这个问题，但我们现在不确定哦。胡塞组织说不定它本身的飞弹也有一定的这个储存量，就跟过去我们对伊朗的评估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反击。美国要去封锁伊朗的这个港口。那霍姆兹海峡的封锁，我们现在看到问题针对油气、大宗物资。全球20%，尤其是20%里面的80%是送往亚洲，其实对亚洲的能源的冲击远大于其他的冲击。那对中国大陆反而是小的。那因此，你看从日本、韩国、台湾到整个东南亚，冲击都很大。我们台湾连塑胶袋都买不到了。对。那曼德海峡呢？它如果封锁的话呢，受了骚扰，那就跟以前一样，它走到非洲的南端。会增加大概10天到14天的航程，但它不是只有时间增加、保费增加，它会产生供应链的骨牌效应。也就是说，它的前提是霍姆兹海峡已经被封锁了。如果曼德海峡再被封锁，那这是雪上加霜啊！对，它不是单纯像过去只是曼德海峡受到影响，那大家会担心保费增加，敢不敢经过红海？那我们长荣在苏伊士运河曾经也这个出现状况，造成整个全球的就是海运的这个堵塞。可是呢，这一次如果再发生赫姆兹再加上曼德，那一定远超过过去长荣加上胡塞组织的骚扰。所以它会产生连锁的甚至骨牌的效应，这都影响会很大的。好，这场战争这个海上的风控这个伊朗寄出了说他要打的这个海上风控，接下来现在就是害怕的就是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那对于全球在军事面的影响，我们也另外来关心。军事面现在被说呢，美国的武器受到国际的质疑，到底有没有后门这件事情？特别来举一个例子，去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当时空袭卡达，那以军当时呢飞了1700多公里，结果呢，美军这边不但没有提前示警，卡达境内就算已经装了很多的美制防空跟通讯系统，结果呢，竟然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被质疑是不是因为美军这边的后门？再来就是伊朗点出的，他认为美制的通信设备包含了几家公司思科，还有呢飞塔跟朱尼珀等品牌，在关键时刻还会集体失灵。美军的后门这件事情，其实时有耳闻，厉将军怎么看？这是一定有的啦。这个我用武器的这种只讲武器层级来讲的话，就一定都有装嘛，公开的秘密嘛。比如我讲一个名词，大家都应该都听过，叫敌我识别器。就是说我在飞机上面，那地面的导弹，那我跟它之间，如果我有敌我识别器，我会发一个信号，那地面那个导弹就不会，他就知道这是自己人的飞机就算是你要发射，他会管制到发射不了像这情形，我觉得川普脑袋里面也有装川普脑袋里面有装敌我识别器，是他自己人就一定可以自由飞翔，自由的提拔但如果不是自己人，一律击落。川普脑袋里面，我相信也有装类似这种东西。当然，如果说你在往上提升，按照这种科技在往上提升，那当然它就可以更多的管制。譬如说你的雷达信号看不到它，像这一次以色列的战机要飞到卡达去轰炸卡达哈马斯，那次是很严重的，是以色列人家跟哈马斯在谈判，那你以色列居然就这个用导弹将这个谈判代表，这是非常不讲武德。那从此以后，大概哈马斯也不再信任你可是这个飞行过程1700公里，美军来讲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跟他讲说你装着没看到，那一定是美军自己地面上面的雷达系统都没有收到相关的信号，这就一定是100%装了这种后门嘛。甚至于美军提供给卡达的这种雷达里面也没有收到信号，不然卡达它一定防空导弹一定会打出去所以卡达一定也没有。那同理可证这次伊朗它本身之前在战前它也有采购很多这个美国厂商所提供的这种通讯器材，那这次在遭受攻击的同时，这些器材全部失灵，没办法通讯
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通讯是很重要的。那如果通讯一旦失灵，你这场仗就很难指挥打下去。所以我相信美国的这种科技装备一定都装有后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说要卖给他 H200这个晶片来讲的话，那中国来讲能够不买他就不要买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说要买。那中国虽然说他自己自制的晶片，可能效能来讲没有辉达的这么好，可是它最起码我安全了，我用的安心了，不要我发展了什么以后被装上后门，将来我所有的资讯全部相关的资讯都外泄，甚至我用作在军武上面的话，就像这次卡达一样，后门都被关掉，你武器都没办法使用。所以我觉得那未来来讲的话，当然。如果中国这个方面可以给这个其他的国家一个安心、信任、保证来讲的话，我相信对中国来讲的话，它后续尤其是军火外销包括到中东地区或者是其他各地方，大家会比较安心买中国的武器装备，最起码不会被装后门。川普说仗打完了，现在要拍拍屁股走人哦，但是留下的是什么呢？错愕的中东哦，现在呢大失火，还有这个油价狂飙，航道被锁，这一场仗接下来谁来收烂摊子呢？留下的包括了错愕的以色列和中东海湾国家吗？今天一起来做解读。我们要赶快来看到的美国总统川普最新的发言，他说美军已经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军事能力，而且他还说呢，德黑兰正在输掉战争，已经开始向我们美国祈求要做一个协议了。话才没说完，31号他又改口，他说伊朗其实你也不用跟我们谈什么，不必达成任何的协议，我们美国就能够结束战争。好，看起来都是川普一个人在说话，伊朗方面其实没有做太多的话。那么川普专家就讽刺说，你川普说了一大堆，就是因为你输惨了嘛。在现在呢这个时刻开始为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所以才会决定要撤退。我们也来回头看，大家还记得吗？3月初，川普说要打的这一场史诗级怒火行动，他的军事目标一共当时列出了4个。那我们今天特别整理出了4大点，他当时喊出的目标到底有没有达成呢？结果答案竟然是全部叉都被打脸。好，首先来看到第一点，他说要摧毁伊朗的飞弹能力，结果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的飞弹、无人机照样狂轰猛炸。再来，他说要歼灭伊朗的海军，但是我们看到荷姆兹海峡反而持续的被伊朗给封锁住了。他说要阻止伊朗拥核，但现在我们看到有关于核弹的部分、核能的部分根本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川普还说了要切断恐怖组织的这一些资金，但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区域冲突，现在正在海湾国家不断的扩散当中。来看到伊朗总统他有最新的一个说话了，他说确实有收到来自于美方的讯息，但是呢，针对川普说他没有在谈判这件事情，他说根本就没有，美伊双方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一场正式的谈判。他说了，现在伊朗他也稍微释出善意，只要能够确保不会再次的遭到攻击，伊朗是准备好可以来停止战争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也邀请委员特别帮我们看，伊朗一边说川普一边说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一边又说不管谈不谈，我们这一次美军都会自己撤军。为什么这样子来回不断的改口啊？再来就是川普原本设定要摧毁伊朗的4大军事目标，刚刚看了嘛，全部都没有达成，这是代表川普输惨了，所以决定要撤退吗？委员怎么解读？川普每天真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的乐趣哦，就是在过去大概这10天，我们只要对比一下川普的谈话，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哦，你真的会强烈的怀疑他活在另外一个宇宙里头，跟我们不是同一个宇宙哦。大家还记得川普那个时候说了什么吗？川普最早说，两边已经谈了，谈得还不错，所以原本从48小时要延后到5天。然后呢，伊朗的这个方面就立刻跳出来说，恐怕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谈吧，因为根本没有人没人在跟你谈。然后接着川普就释放出来了，说呢，真的在谈，而且呢，伊朗马上就会送我们一个大礼。结果过了1天，他就说这个大礼呢，就是伊朗让10艘油轮通过了荷姆兹海峡。可是问题是，那10艘油轮都是伊朗的友善国家，跟美国一点关系也没有。那10艘油轮都是什么中国的啦、俄罗斯的啦、印度的，那是他们跟伊朗瞧好了，他们才能够通过。干什么送美国什么大礼啊？
然后接着他就跟你说，川普又来说了，要答应15点条件哦，要答应了之后再来谈。结果呢，眼看着也没有人理他这个条件，他今天说了什么？他说达不达成协议都不要紧了，我们已经打赢了，我们就要走了。所以刚才这个思敏已经帮大家检视过了嘛，就在这场战争，当时川普给大家诉求的要达到的目的是一项都没有达到的。我刚才说过了。原本哈米尼没有攻击任何国家，也没有摧毁什么美国的军事设施，什么都没有。然后你川普说他是狂人，现在说换上来了一个更温和的领袖，就是那个领袖他儿子现在还在打你哦。然后呢，荷姆兹海峡原本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大家就开开心心的通过就好了，就是你干的好事，结果现在被关闭掉了。然后更妙的是，原本说他们马上就要有核弹了。那个时候哈米尼可能还没有想做核弹，我跟你打赌，现在如果我是伊朗的领导人，我立马做核弹了，我还不做核弹吗？笑死了！你现在就在暂时喘口气，是因为你打不下去了，谁知道你明天后天会不会来啊？我为了要避免你卷土重来，我一定做核弹。所以你看，川普这场战争完全没有达到任何他的当时所提到的目的，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他错估情势了。川普太自大了，他对美军的实力太有信心了，有信心过头了。他一直以为说只靠轰炸就可以解决，因为去年的12日战争就是轰炸哦，美国最喜欢干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呢，他有什么 B2 隐形轰炸机去炸一炸，丢几个炸弹，人跑了，你要打他也打不到哦。反正呢，他的大兵也没到你的国家来。美国最喜欢干这件事，可是问题是打伊朗这种灭国之战哦，靠轰炸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打地面部队的这个正规的来作战，才能够有可能达到目的。川普赌不起啊，他没办法的。他如果地面部队派上来，那就只有死伤更惨了哦。然后第二，川普就很洋洋得意说：“你看，我已经拿到了制空权了，制海权我也拿了，他的海军跟空军都没了。”可是殊不知，现代的战争谁在乎你海军跟空军啊？对伊朗来讲，你要想想看，他是被打的国家，他不是去打人的，打人的需要海军跟空军，被打的国家我把我国土守好就好了，我就算没有海军跟空军又怎么样呢？然后第三，他低估了伊朗的不对称作战的能力啊。伊朗早就准备好了，伊朗准备了飞弹，准备了导弹，准备了无人机，甚至我刚才讲过了，它还是有节奏的推出来，把比较便宜的、比较容易被打下来的，通通都送出来，耗尽了你所有的武器，接下来我的好戏才要上场呢。所以川普完全的错估情势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只能够选择仓皇的夹着尾巴逃出去了。但是还是回去先前我讲的，我是最支持川普的人了。我觉得川普继续在位置上继续掌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才能够真正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川普，你就算夹着尾巴逃回去，也要逃着有尊严、优雅跟漂亮，来一个华丽的转身吧。好，川普这一次打这一场仗哦，可以说现在突然间撤退走人，那留下的烂摊子，接下来包括了石油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来讨论。另外就是盟友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盟友很多都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这个问题又怎么解决？我们等一下也一起来看。我们先来看到川普呢，针对于盟友，他又最新的喊话。这一次喊话的对象是英国跟法国，他跟英国和法国喊话说，你们拒绝加入美国打伊朗，所以呢，美国接下来不会再对你们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他就跟英国说了，好，你要石油是不是？那接下来你就自己去挖油吧。那对法国则是说呢，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没有用的国家。那白宫还说呢，川普现在还要求这些海湾国家说呢，我有帮你们打这一场仗，那接下来你们必须要一起来分担伊朗的战争费用，这是川普现在拟定可能会来征收的费用。好，再来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现在看起来真的是被伊朗给掌握住了。伊朗现在开始在这边，他说了他要做本币的交易付费之外，还喊到说每一艘船通行过去的价格喊到200万美元，等于一天伊朗可以赚进2.8亿美元的一个这么高的金额。全球则是油价一直在陪川普陪账哦，油价最多专家喊的可能上看到每桶200美元。那目前美国的汽油价格高涨哦，这个每加仑4美元创2022年以来的新高，48%民众都说是川普搞的才会变成这样。今天有石油的问题，会不会引爆第4次石油危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盟友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对川普感到不满，岳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石油危机是一定发生的。但是呢，它发生的过程非常戏剧化。
啊，因为第一个，它原来根本不必发生的，原来根本就没有的事情。这47年来的伊朗被制裁的话呢，这个哈梅内伊现在发觉他是个温和派，你把他杀掉以后，现在他儿子上来以后，国仇家恨啊，这个穆杰塔拉的话呢，基本上为了要报仇，所以这个事情打成这个样子，啊，那我觉得我分3个部分来讲了。首先，第一个，大家都是受害人了。因为美国这个4美元的这个加仑的话呢，大家要知道，美国这个国家长期来讲汽油很便宜啊。但我刚刚算了一下的话呢，就是它1公升等于38块台币了。啊，那这个价格的话，对美国人来讲，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基础建设是完全用开车为主的，一家里一个家4口之家有个7、8辆车是很简单的啊。所以说都是因为油便宜嘛。那现在的话呢，油不便宜了，那所有人都是情况下，美国是最大的原油输出国，但是美国的页岩油在提炼的过程当中，它还是依靠中东进口的石油，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川普自己都没搞清楚，这个中东的荷姆兹海峡的油过不来的话呢，会使得油价上涨，包含了美国的油价。美国的油价上涨会使得通货膨胀，美国通货膨胀增加的话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啊。这种情况下来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盟邦啊，就尤其是当然主要讲的是英国跟法国啊，那直接讲法国没用，英国就要自己去挖油，然后呢，这个美国好像一直认为北约啊什么就不要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这一件事情，欧洲盟邦的话呢，没有帮助川普来打伊朗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莫名其妙的战争是没有人愿意卷进去的，没有人不知道说战争是不能够轻启战端的啊，只有川普这个傻瓜，他被以色列一忽悠，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现在整个所有的这个欧洲的国家当中的话呢，尤其西班牙最强的，他们觉得这根本是场不正义的事情嘛，你根本就没有本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世界本来好端端的，现在一下把整个世界都扯破。现在的话呢，大家会发觉，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攻击的话，万一以色列拿出核子弹来一攻击的话呢，那么第3次世界大战就眼看着就要爆发了，那这个还得了，对不对？然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欧洲盟邦没有来帮忙的原因，是因为伊朗的导弹啊，已经这个就是这个迪格加西亚那边的话呢，4200公里，我算了一下啊，看了一下，就是刚好从德黑兰到巴黎去啊，也就4200公里。所以说基本上都已经够到你了嘛，他们怎么敢动呢？对不对？那现在川普讲这种话的话呢，就是只是说那个欺负自己的弱小，但是英国跟法国并不是弱小。那尤其是川普这次借这个机会的话呢，把英国跟法国得罪的非常深。那么这个最重要的话，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川普会不会就是说轻易的说我不干了，没协议我要走啊？他走不成的啦。以色列不会让他走的啦。开玩笑，我们心里难道不明白吗？从一开始被骗，对不对？以色列只要讲说你这样的话，对吧？你所有的你还要选举啊？啊，你行动选举啊？那以色列在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啊，我跟你讲啊，美国现在最害怕的什么？就会打成越战了。越战的时候，我跟大家回忆一件事情啊，越战的每个礼拜天晚上啊，有一个大箩筐啊，电视上转播啊，366颗球啊，加上2月29号一直转，然后抽出来啊，10个，每一次啊。就是这个抽这个10几个球啊，就在这天出生人就准备征兵啊，55万人到越南去啊。那个时候没有人敢移民越南的了，那大家是吓得要死。后来发觉没事了，都想办法到美国去生孩子了。现在的话，如果真的到伊朗去打这个战的话呢，你知道川普会面对的压力有多大？万一抽到他自己的Barron Trump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要走啊？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美国本身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川普这个又笨又坏的人，真的把美国情况搞坏透。当然，我同意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川普是不行的。对他要好好演下去才行。对。好，一方面是美国想要脱身，现在恐怕脱不了身，恐怕还是会被以色列继续给拖着。那另外一方面，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目前的问题，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未来就是由伊朗来掌控？那通行的这个船费是每一艘200万美元，还要付这个伊朗币，干哥又怎么看？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一点啊，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你要通过我们这海峡，是不是要付200万美金？如果你只是嘴巴讲而已啊，穆吉塔巴也没有跑出来讲啊，领导人不是他自己亲口讲啊，可能是革命卫队讲的啊，我们就当做可能有这个风声。现在不是，伊朗的国安委员会已经通过要真的征收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而且以超级邮轮而言，一艘我收你200万美金，毫不为过，而且真的有人付你。他跑了，然后没有跑不成，你知道为什么他跑了？因为后面现在有2000艘船挤在里面，2000艘，听清楚。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每天还是马照跑，舞照跳，你不知道荷姆兹海峡跟波斯湾的情况的险峻，没人敢冲啊。大千刚才说已经有10艘过去了，对，那讲好了，不然你冲冲看，
革命卫队一定会 IRGC 绝对不会放过你，所以没人敢冲。2000艘船里面包括超过20万吨的那种超级邮轮，至少有15艘。那超过10万吨的大概有60多艘，其他就是中型的货轮，随便一艘货轮也几万吨的。你就想说2000艘船在里面，然后多少人在上面？我们以最低的人数来算，一艘船10个人来算呢，有2万个海员在上面，在上面要自己洗衣服、吃饭，在海峡里面挤在那边。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大家现在眼睛还看不到问题，可是它马上一爆发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严重。所以为什么伊朗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他通过这个法案，后来他们自己有修正，现在还没有公布。他们说现在可能说这样算一算，我们一天赚2.8亿美金，可能会被我们自己的盟邦给数落。比如你盟邦谁？中国、俄罗斯啊，像这种国家就数落你了，赚太多了。好，那我们现在改用一个什么方式？我们改用苏伊士运河的方法。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样？不是算烧的，算重量。你这个货轮比较小嘛，对不对？那我们就少收一点。但是你这个超级邮轮比较大，那我们就按照那个重量来说，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对不对？他说这个每天我们这个伊朗革命委员会算过，可以大概收5600万美元，比每天收2.8亿美元要对你们来讲经济实惠多了，这样可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到底会接下来伊朗真的是要这样子收费的话，可不可以放这些船出去？那这样世界经济才有救嘛？不然的话，我跟你讲，下个礼拜连塑胶袋都开始要涨价。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外面谣传，台湾连塑胶袋可能都买不到了。不是说涨价让你去买，是连涨价你都买不到。那天会不会真的到来？战争再打10天，保证那种经济的窘况就会发生，而且不仅仅是油价跟民生物资的价钱会上涨而已。那2000艘船，看它什么时候要出来。